嘿，大家伙早喽！6月14号，星期三了，半周过去了。今天是我的第一个训练日，这是令人兴奋的4天。先做几个小预告。第一个呢，是我们要改在第3个训练日，就是后天回评论。为什么做这个修改呢？是最近收到了新的鞋，而且不止一双，还是很开心的。其中呢，也答应了品牌方拍一个评测的视频，所以打算明天早晨家属跟着去大阪城，还是老时间，家属骑车。其实我一般啊，有的比方说品牌或者怎么着，说测试一下鞋，像那种真正的特别厉害的竞速鞋，我是有时候不太敢的，因为我觉得，就你们看我的全程马拉松成绩其实还行，但是我不是一个速度型的选手，所以明天的拍摄的视频是就拍素材。正常明天的视频咱们还照常发，每天一件，是不是？所以这4天主要的话题就是各种鞋。今天穿的其实就是一双新鞋，这个过几天再跟大家分享，也是很激动。找了一个北京烤鸭，但是好像倒闭了。这几年确实是很多商业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。我今天又忘了看地图了，本来想的是一路跑到长居公园的，现在只能前面折返再回大阪城。但是今天咱们的话题不是说鞋的内容啊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还是说说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自己的训练量和强度。因为这一天有一个事儿对我的感触其实挺大的，就上这一周我没跟大家说，就是那天在大阪城碰见那位日本老哥，能讲中文的。第3天他就去了国内出差，就中国出差，前2天刚回来，然后我们一直有联系，就早上起来互相打个卡。老哥训练量不小，所以人家才有那个成绩。行，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啊。再重复一遍，是后天会评论，大后天呢是发那部评测鞋的视频，会解锁一些视角，因为家属跟着拍嘛。今天明天正常，又是上坡，看这已经到了第一次我们跑到那个寺庙一心寺，但是不知道是供奉什么的。行，那咱一会儿聊啊。今天穿上新鞋跑的也比较的奔放，一般第1个训练日我都跑的比较的慢，今天就随意了。行，加油干，一会儿聊。大阪真的是雨水挺充足的，又在下雨，但是很小。不过预报说今天和明天都会有雨，但是明天早晨还是原定的拍摄计划。现在这双鞋感觉不错啊，到现在15公里了，平均配速4分21。好久没有跑这个平均配速的21公里了。像以前我的训练很多时候都是这个配速来跑，确实是对身体压力比较大，而且呢效果没有现在这么好。现在就是该慢时候慢，该快时候快。但是这么跑是一个必经的经历，你不可能说上来就做像我现在这种训练，因为我现在慢跑是没有压力的，
可是对于没有长年累月跑量积累的小伙伴，其实慢跑和中速跑对您身体的压力和恢复情况差不多的，所以呢，那种训练对您可能效率就比较低，还不如跑快一些。那位老哥去中国先去的上海，然后一路到南通再回来，每天给我发跑步，到了上海第一天早晨就干了一个18公里，而且是我跑步回来，他也就跑完了。这边我跑步回来7点，那上海就是6点，太厉害了。然后第二天好像是一个21公里，第3天是一个22公里。之后呢，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可能是他们公司的或者当地的认识的一个跑团，跑长距离又跑了一个28公里，然后好像又跑了一个16公里，然后回来了以后呢，第一天给我发了一个跑了16公里，我一看照片，在大阪城了，太厉害了。所以你们看啊，所有的成绩都是跑量堆出来的，几乎无一例外。唯有的那几个例外，那不是你我能想象的。所以大家相信我，跑量是解决问题的万能办法。无论是你想跑得远，还是想跑得快，还是想对抗赛前焦虑。当然了，对抗赛前焦虑的话，可能起不了太大作用，因为你总想着你还能更好，但是肯定是有帮助的。不过呢，也有小伙伴说，咱评论区小伙伴差不多比我小几岁，女性跑者，说跟了一个课表跑不下来，初跑者，这个太正常了。我也是，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还有 Nike， 那时候还是 Nike Plus， 也用它那个课表，而且是那种很面向初级的课表，我也跟不下来。为什么会有这情况呢？就是跑步这事儿是这样，一开始从不运动到运动其实很弱的，就非常弱。然后一开始进步其实会比较快，如果您用心跑。然后进步到一定程度以后，就会一个很长的一个缓慢进步的大平台期。然后呢，大部分人这个平台期摸到一个天花板就结束了，可能有的人还能再上升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，虽然您的成绩进入了一个缓慢的平台期，但是您跑步的体验不是的，您会越跑越轻松，或者怎么说呢，就是你还是累，你还是不可能一个月跑600或者跑700，不可能越来越多。但是呢，你同样是一个月跑300、400，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跟课表的经历，就是 Nike 的一个课表，其实挺少的，基本上就是按周来算，可能5公里一天，8公里一天，然后5公里一天，10公里一天，周末的长距离呢就是13公里。我跟了第1周，跟到还剩一个13公里的时候，我感觉人都要废了。可是那时候不跟那课表的话，我的通勤是5公里，也是正常跑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就还是我那个观点，单次的跑量不够长。比方说，他给我安排今天是8公里，明天是3公里，跑完这8公里就特别难受，特别累，第二天恢复不过来。但是如果2天都是5公里，我就没事儿。但是其实呢，你实际上都是跑了10公里或者11公里。我记得那个最后那天那13公里，我最后还是顶下来了，跑得特别慢，跑到半截都已经不行了。后来第2周我就放弃了，就还按照自己那个通勤的节奏跑。我觉得现在很多软件给的课表，给初学者的课表，可能您上来都完成不了。你看这一天可能3、5公里，其实不短了。你想想5公里多远呢？
对吧？北京2号线一圈才24公里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跟课表这个事儿呢，我是觉得，您可以跑到进入我说这个巨大的、漫长的、缓慢进步期之后再考虑。一开始呢，跑得轻松一些、愉快一些、随意一些，你会发现进步是潜移默化的。有个分界线，我觉得就是您能一口气跑去8公里的时候，就可以考虑在跑5公里的时候往快的跑。一开始叫什么？以短促长，以快促慢是有用的，但是越往后就越没用了。再往后就不是以短促长了，你是练的是马拉松的绝对速度了。你们看我现在的配速是4分10几，4分20，但是马拉松比赛的时候我是3分55、3分54。如果我想破240的话，就得是3分45。去年那个30公里的测试是3分43，那可是要跑42公里啊！所以什么关键呢？距离最关键。如果你做不到快跑，那就做到跑远一些。这位老哥的那个运动训练真的是让我挺佩服的，人家马上60岁了。所以你们看吧，所有的有成绩的人，无论年龄，无论性别，都必须得有跑量。你们看，有个大神云淡风轻、轻描淡写，可是人家一个月也500-600公里，对吧？所以你如果一个月跑300公里，那说实话，每场比赛愉快的跑一个3小时或者2小时50，真的挺不错。你想再往前进，就不要太有执念，因为如果你特别焦虑自己的成绩，不增加跑量或者不改善训练的节奏，还是那个话，你对现状不满意。现状是现在的所有东西组成的，如果你不改变这些东西，你的现状不会改变，然后你也不会满意，是不是？差不多，今天跟大家简单分享分享初学者跟课表和我失败的跟课表经历，还有再次赞叹一下那位老哥的毅力，或者是决心和动力，一起加油干吧！看看最近老哥回来了，能不能再在大阪城碰见？哎，6月14号星期三清晨6点39，看这一身的汗，今天跑了一个节奏的半马，节奏就是要比我说那个速度耐力要慢一些，然后呢又稍微的要使点劲儿，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全程保持住。跑了1个半小时，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平均功率230，平均配速4分17，平均心率153，步频201，今天稍微有些高，触地时间175。这就是基本上我的节奏跑的下限，就是慢的那一块。我要再快呢，差不多就是4分15、4分10，进到4分，基本上对我来说就叫做速度耐力了，或者说叫做马拉松配速的训练了。像这个配速练下来，你们看平均心率是150多，但是我的马拉松比赛大概要在170左右，功率是230，我的马拉松比赛大概是平均250到255。如果我能够稳定在258的平均功率，我就可以进2小时40，就我现在的体重。所以这个还是有挑战的，有挑战的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课表训练。总结就是，初跑的小伙伴真的不需要课表。其实到我现在我也没有课表，从来没有过课表，因为课表不重要，完成课表才重要。或者说，再进一步说，完成课表
你还要考虑说课表是否设置的合理。如果你每天都很努力，这就像我们上学一样，无论你用什么方法，只要你每天都付出了努力，并且你不是一个很差的效率，就是至少差不多嘛，大家都是中等水平的人是居多的，在这个范围内，你只要努力，就肯定不会有问题，是不是？行，我看见镜头上有一粒雨滴，不知道会不会影响，就这样吧。明天我还会正常发片子啊，然后正常发片子那一步呢，会跟大家闲聊一下鞋，之后后天咱们回评论，然后期待大后天的解锁新视角，怎么样？那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一切都顺利。咱们加油训练，努力干。夏训过去，秋天就是收获的季节，好成绩，对不对？咱明儿见。